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，中国多地出现了失业潮，不少工厂因经营困难宣布倒闭，大批工人失去了工作。过去1年，裁员、停工的消息频传，造成就业形势难看。自疫情以来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山大。为了救急，中国政府在今年1月底宣布了2024春风行动，目标是提供3000万个就业岗位给失业青年。然而，这个寄希望于春风的就业计划，真能打开多少人的心扉呢？春节后，像义乌、深圳这样的制造业与外贸城市尤其严峻，街头走动的人们神色匆匆，面带焦虑。他们拖着简单的行李走过工厂，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。然而许多厂商都在裁员甚至倒闭，没有空缺可以提供。在招聘会上，毕业生、待业人员都碰壁频频，合适的工作难觅，他们开始陷入对未来的迷茫。有人考虑离开现居城市回家乡，但家乡的就业环境也不容乐观。工作的无着落使人们对新的一年失去期待，甚至不知如何度过当前时点。失业潮的阴云笼罩整个中国，人们担忧经济前景和生计，就业的困境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。更讽刺的是，就在政府吹响3000万春风号的同时，每5个青年里就有1人失业。追根究底，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在哪里？本影片将为您剖析其中的经济脉络与社会背景。外资撤退，供应链断裂。当下中国经济困境的原罪在于外资撤退，导致了严重的供应链断裂。过去10年，中国制造业长期依赖外资企业订单。仅以广东为例，外资企业贡献了60%的进出口总额。但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响，外资企业规避风险，开始从中国转移订单。仅2023年上半年，就有超过50家日资工厂关闭，撤离中国。供应链一旦断裂，制造业失去订单，工人们的饭碗也随之而去。如今，在曾经的世界工厂珠三角，到处都是闭门歇业的工厂。不少民众返乡过年后，才发现自己挂着一线希望的工厂，其实早已倒闭多时。春风行动难救就业寒潮。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，中国政府急于想方设法。今年1月，政府吹响了2024春风行动的集结号，动员各地在春节后启动大规模的招聘活动，力争在年底前新增3000万个城镇就业岗位。但是，这场政府主导的春风能否吹进年轻人的心扉，实现充分就业呢？据统计，今年春节后仅2个月，各地举办招聘会1.8万场，发布1000万个职位。然而，网络上郁郁寡欢的求职者还是不在少数。原因在于，大量职位集中在短时间内发布，多是临时性岗位，而且企业招聘规模总体在缩减。再者，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，大量岗位与求职者的专业背景脱节，难以实现精准匹配。可以预见，企业难以在短期内消化几千万规模的新增就业，春风行动只能起到有限的救济作用。高学历青年躺平选择服务业。在就业困境下，一部分高学历青年选择了轻松的出路，进入服务业，做起了店员等轻体力工作。他们之所以选择服务业，是因为对目前白领工作的模式深感厌倦。刚步入社会的 Sandy 就对第一份工作上的种种不满，要完成不擅长的工作，加班没有额外报酬，生病还被逼加班，感觉像是当工作机器。也有刚毕业的学生，进入梦想的创意行业后才发现，自己只是老板手中的画画工具，整天被客户与老板督导，没有一点创造自主权。我就会很痛苦，但又要完成，之后老板又不满意，让你一直改，一直有被否定，很累很烦的感觉。设计专业毕业生杨驼如是说。相比之下，服务业工作看似自由自在，无论是书店店员还是面包店员工，
都有阅读、听音乐的小碎片时间，也不用面对工作的强度饱和压力。服务业工作，昙花一现的轻松时光。轻松愉快的工作是许多青年进入服务业的原因。每天被暖烘烘、香喷喷的面包围绕，也十分享受。Sandy 说，羊驼也表示，在无印良品做店员后，心情变好了。同事开玩笑讲段子，不用加班拼命赚钱，减轻了焦虑。的确，刚进入服务业的时候，许多人沉浸在悠闲自在的工作氛围中，觉得自己找到了真正开心的工作。但这种轻松愉快往往是短暂的。当服务业的高强度工作节奏来袭时，许多人又选择了离职。Sandy 就坚持了不到3个月。他说，面包店一到晚高峰，自己要同时处理外送订单和店内顾客，来不及休息，身心俱疲。书店店员99也表示，书店要求他泡咖啡，细微的服务要求压力很大，再加上客户无理取闹，让他不想做下去。实现工作的意义 vs 被工作的机器。在脱离传统就业体系后，许多青年实际上正在思考工作的意义。他们不再单纯追求高收入，而是希望通过工作获得内心的愉悦感。99表示自己不会再做服务业，而是想从事一些如雕木头等手工活，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工作。Sandy 也希望从事设计相关工作，在一个氛围良好的团队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当下，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敏感时期，也存在阶层流动的结构性问题。仅依靠数亿个春风职位无法根本解决青年就业问题，更需要的是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帮助青年实现内在的就业价值，而不是仅仅将他们视为劳动力资源。这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，也需要时间的推移。然而现实是，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差距和经济结构性问题。大量农村青年进城打工后，仍然居住在城市边缘贫民区，生活拮据。他们中间不少人是初中文化程度，可以从事的工作有限，收入水平很难显著提升。即使获得大学教育的穷困青年，毕业后也面临严峻的就业现实。他们所学专业无法与就业市场对接，找工作费力不讨好，加之竞争激烈，不少人只能接受报酬低微的工作。这些青年常被称为蚁族，蜗居在城市边缘只有几平米的租房里。他们过着与社会主流阶层格格不入的生活，收入仅够填饱肚子。一些决心考研继续深造的青年，也面临学费高昂的问题。他们不得不在学习之余打零工，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与学习的痛苦循环，以维持考研的梦想。可即便考入名校，也不见得就业会好到哪去。越来越多的家庭卖掉房子或倾家荡产，让孩子出国留学。但留学生归国后也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，选择可以说是寥寥无几。一些学生选择考公务员，但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，即使高分也难保能通过。部分不想等待考试结果的应届毕业生选择先进入私企工作，但他们的心思依然放在公务员上，公司里也没人会真正培养他们。还有一些优秀学生进入了国企央企，希望得到稳定的提拔机会，但是他们也发现国企内部晋升迟缓，加上资源浪费严重，使他们对前景渐感绝望。在这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环境下，越来越多人选择了躺平。所谓躺平，是一种面对社会压力选择不再奋斗的生活状态。过去那种不惜操劳换取金钱的价值观，已经不再适合这个时代。对于失业的青年人来说，躺平往往是无奈之举。社会机会渺茫，他们灰溜溜地回到家乡，和父母住在一起。昔日理想中的打拼奋斗都化为乌有。他们开始过着悠哉的生活，一天到晚打游戏、看剧为乐，不再为未来奔波劳碌，任由时光悠然流逝。当被问及理想时，他们淡定地回答：活一天算一天吧。
未来能不能找到好工作还两说，现在先享受生活才是真。这种躺平生活方式也渐渐被年轻人们接受并传播。他们认为努力奋斗才能获得幸福的观念已过时，不如让生活回归简单和闲适。躺平成为这一代失业青年的标签，也成为他们面对就业困境的无奈选择。当社会机会不公时，吃苦奋斗已经失去意义，不如就这样平和地躺下，让世界继续狂飙。